放弃重装备，改打游击战。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力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最近一些报道呢指出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它的整个装备体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坦克基本上是没了，过去他们还有 M1A1 嘛，现在也没有了。重炮也没了， M198、155榴弹炮过去是它主要支援火力，现在呢重炮退下来了，火箭炮那种轻型的海马斯那种玩意儿取代它的地位了。再有呢就是它开始搞一些远程的反舰火力、高超音速武器，它也在开始搞嘛，开始装备嘛，然后打击的距离倒是比以前长了。关键是呢，它没有了重装甲的力量，然后呢，火力比较分散。有人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不是开始只能执行一些游击性的任务，并且呢，在几个军种中，它只能是承担一些两栖攻击作战中的第一打手任务，然后呢，还是要让位给别的军种来接替任务的。那么我倒觉得，美国海军陆战队敢这么去玩它的火力配置，也是有些道理。比如说，它不要重装甲了，为什么？现在呢，各国的反坦克火力是发展的越来越快，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讲，它的运输能力呢，毕竟也是有限的。我一次投送兵力，如果是兵力能够分散，火力集中的话，它打击力会很强。但是呢，这种兵力分散、火力集中，就对运输的能力要求太高，所以我的轻型车辆可能会发挥更多的作用。而且当对方的反坦克火力威力足够强的时候，我装甲太厚了，反而没有意义。我就算是我的防弹能力能做到，比如说是800毫米的防穿能力，但实际上对方的反坦克导弹一打过来之后，坦克是一样完蛋的。那我还不如把坦克去掉，只要装甲车能够防护一些，比如说35炮、40炮啊，因为你真正的一发大威力导弹打过来，你甭管什么车都完蛋情况下，坦克没意义啊。再有火力方面，198这样的155榴弹炮，它的射程毕竟也就几十公里，但是如果换成了像新的这种战术导弹，射程还远远不止这个距离，所以火力上来讲有了很大提升。生存力来讲呢，虽然是下降，但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应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特别是这个方向放在东南亚的地区的时候，有其特殊意义，就是当美国发现自己在东南亚地区已经缺乏了一个大兵团生存能力的时候，兵力分散的价值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当海军、空军在周边活动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小范围的小兵力投入如何能够坚持作战，能够长期作战，就是美国人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现在已经做不到像过去那样大量的投送兵员，包括敌我双方都这么情况。因为大量投入兵员，一是危险，二是呢已经没有必要。我过去需要10万人能打的这一仗，现在可能是1万人左右就打下来了，所以大规模兵力投送意义不大。这时候小而精、机动、灵活、隐蔽、大纵深打击就变得比原来那一套近程武器打击那种重装甲攻坚要好用得多。那么美国这个陆战队的发展思路对中国是不是有提示意义呢？可能是有，但是在一定区间之内、一定时间区间内，它这个思维方式可能还不适合于我们去发展。因为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是让陆战队登陆之后，在陆军主力到达之前，应该能够快速的扩展登陆场。而且解放军陆战队所面临的任务可不是争夺若干个小岛礁，它面临的是一个2000万人口的大的岛屿。所以陆军在真正上岸之前，我们的陆战队的攻坚成分要比美军陆战队的攻坚成分要大得多得多。美国人现在考虑的是面对强敌，我可以躲，我可以闪，我可以拉开距离。中国海军陆战队不能这么做，所以可能在相当长时间之内呢，美国人去玩的轻量化、分散化、远程化，而我们的呢还是要重装化、火力强化，并且是要集中使用。当然了，以后的情况不一样了，也许解决完这个岛屿之后呢，我们面临的作战环境不同，任务不同，对象不同，我们也有可能会发展出类似美军这种作战思维。但是短期之内的话，当务之急还是那个大岛。好，关于陆战队的发展方向，我们会不会跟美国一样，或者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今天呢就分析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